先天脑瘫的他仅用5句话就轻松拿到了大公司的 offer。 Give me your worst route. Give me the area nobody wants. What have you got to lose? If I can sell it, you're a hero. 这充满孤勇的宣言让经理的眼神也为之一愣。最终，这份带着破釜沉舟般的坚持，让比尔终于找到了人生中第一份销售工作。很快，比尔敲响第1户人家，可屋子里突然响起的狗叫声，吓得他惊慌失措，仓皇而逃。随即，他又来到第2家，男女主人正为修剪松树的琐事争吵不休，根本没有功夫搭理他。无奈之下，比尔来到第3家，他真诚地向客户推销产品，谁知换来的却是对方冷漠的拒绝。比尔依旧步履坚定地敲响下一扇门，结果他刚扬起微笑试图开口，孩子就被他的佝偻身形吓跑。与此同时，狗子也趁机跑了出去。比尔只能再次以失败收场。一次次的失败如同沉重的打击，让比尔的内心充满了挫败感。然而他刚打起退堂鼓，脑海中就浮现出自己曲折的人生过往。出生时，医生的失误让他遭受了意外的伤害。先天脑瘫的他脊背严重弯曲，宛如被岁月压弯的老树，左肩高高耸起，而右手则永远蜷缩在背后。虽然命运给了比尔一张千疮百孔的人生剧本，却也馈赠了他一份最珍贵的礼物。母亲那些轻声诉说的鼓励，如同春日里绽放的繁花，悄然治愈着他心底的伤痕。 Now listen, it takes people a wee bit longer to warm up to you. Just be patient, patient and persistent. 在母亲的鼓励下，比尔鼓起勇气前往了下一家。这次，幸运之神总算眷顾了他。一位女士听完他结结巴巴的推销词，默默抽出了一张钞票。比尔见状，瞬间挺直佝偻的脊背，帽檐下的双眼闪着光。他将帽子郑重扶正。I don't need charity. 正午的阳光炙烤着大地。比尔来到公园里，疲惫地靠着长椅坐下。他从包里掏出母亲准备的爱心午餐，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三明治。面包片上用酱料精心书写的“耐心”2字，仿佛是母亲温柔的低语。他唇角勾起一抹会心的笑意。可当他刚要咬下这饱含爱意的食物时，背面的“坚持”2字映入眼帘。他当即仰头大笑，原来母亲早已看透他所有的脆弱，用这2个词为他筑起最坚固的精神堡垒。于是，比尔重振精神，继续开始推销之路。他来到一处高档小区，想碰碰运气，不想还没开始推销，就被保安不由分说拦下。恰好这时，一个施工队路过，他当即趁乱溜了进来。与以往不同，这次遇到的贵妇十分热情。比尔望着对方和善的眼神，鼓起勇气开始介绍产品。尽管他的面容因紧张扭曲，发音受疾病影响而含混不清，却无法掩盖眼底的真诚。贵妇耐心地听完，不仅订购了2袋洗衣粉和漂白剂，还递来一杯果汁。此刻，所有的苦涩都被这份突如其来的甜蜜彻底化解。他终于做成了第1单生意，虽然提成不多，但这一单生意却为他的生活带来了希望。比尔走在回家的楼梯上，每一步都轻快得像是要飞起来。当比尔坐进车里，狭小的车厢瞬间被幸福填满，嘴角的笑意怎么也藏不住。他心中早已盘算好，要用这人生的第1桶佣金带母亲去吃一顿奢侈的大餐。母亲看着儿子眼中闪烁的光芒，眼角也泛起了欣慰的泪花。然而，母子俩刚走进餐厅，一旁的男客人就投来嘲笑的目光，还故意模仿起他的一言一行。母亲不愿在这个大好的日子里生气，于是强压下怒火，拿出一个精致的盒子递给儿子。比尔小心翼翼地打开，一只金色的怀表映入眼帘，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怀表背面刻着一行小字，尽管有些模糊，但依然清晰可辨。Dad's watch. Dad's watch. 母亲终于忍无可忍。Could I borrow your ketchup, please? Yeah, sure. Oh, I'm so sorry. I must be a retard. 母亲选择用行动告诉这个男客人，容忍不代表懦弱。而后，母亲又回过头来，用温柔的语气告诉比尔，这块手表是他的父亲连续3年夺得销冠的纪念品。比尔垂着头，只觉自己笨拙的身影，无论如何也无法与记忆里那个耀眼的父亲重叠。就在他几乎要被自我怀疑淹没时，母亲眼中盛满温柔。And you look just like him. 比尔的眼里再次散发出耀眼的光芒。感受到了母亲深深的爱意与期望，他暗暗发誓，一定要带着这份沉甸甸的期望，在未来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让母亲为自己感到骄傲。可惜，意外总是接踵而至。第2天，比尔就被经理告知，上次那个孩子被吓到的女人向他投诉了。冰冷的话语传来，比尔只觉眼前一黑。可他并不打算放弃，为了保住这份工作，他再次来到女人家里。
这一次，他没有直接露面，而是把可爱的玩偶套在手上，用滑稽的声音给男孩讲笑话。You can call me Lyle or Glyle or Mr. Pyle, but whatever you do, don't smile. 很快，男孩就被逗得哈哈大笑。女人出来看到这一幕，被比尔的真诚所打动。What the hell? Come on in. 比尔用最真挚的心，成功力挽狂澜，保住了工作。只是命运的考验从未停止。完成一天的工作后，比尔像往常一样在老地方等待母亲，可对方却迟迟没有出现。他回到家里，却不见母亲的身影。他找遍了所有可能的地方，依旧一无所获。比尔心中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他立刻报了警。他握着听筒的手不住地颤抖，心脏在胸腔里疯狂跳动。然而就在这时，一位警察将母亲送回了家。原来母亲去了离家很远的华盛顿。当被问起原因时，他却笑着说只是去买鞋。比尔心中满是疑惑，因为华盛顿的街道上根本就没有鞋店。母亲对比尔表示了抱歉，并声称今晚要做他最喜欢的羊排。可母亲刚刚解冻的明明是鸡腿，比尔询问母亲迷路了为什么不打电话，没想到对方却说自己记不起号码了。这一刻，母亲像个无助的孩子，白发凌乱地粘在脸上，望着解冻的鸡腿，比尔突然发现母亲鬓角的白发又多了许多。那一刻，他终于明白，那个曾为他遮风挡雨的母亲正在被岁月一点点吞噬。几年之后，母亲的身体越来越差，比尔将她送到了养老院。没有母亲陪伴的日子，比尔就连最基本的日常起居都十分困难。那没绑鞋带的皮鞋经常会在路边脱落，他没钱吃饭，只能靠着单调的牛奶度日。但即便如此，他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与坚持。凭借着他的真诚和善良，命运在不经意间为他编织了一张温暖的网。热心的新朋友们像冬日里的炭火，总能在他最需要时送来关怀。善良的公交车司机会特意为奔跑而来的他多停留几秒。每次去酒店推销，他都会提前来到那里给服务员讲笑话。他们笑着帮他整理歪斜的领带，就连走廊里的保洁大叔也曾蹲下身，耐心地为他系好散开的鞋带。比尔是一个细心的人，会在每个帮助过他的人的口袋里留下一笔小费，不仅是为了回报大家的善意，也是维护自己的尊严。他也是一个推销高手。这天他走进一家花坊，想向老板推销打药机以及除虫剂，任凭比尔说什么，老板都不为所动。这时恰巧老板的朋友走来，比尔看着他们关系不一样，便极力向男人营销。就这样，比尔成功签下了一笔大单。比尔也是一个善良的人，在一次上门推销时，无意间碰到男人家里出现一个陌生的女人，可就在他离开以后，却发现男人的妻子带着生病的孩子提前回来了。为了不让孩子见到这残酷的一幕，比尔主动提出带其出去玩。妻子一开始是拒绝的，但从比尔的神情中，他明白了对方的用意。Would you bring her across the street, would you? 圣诞节，他会亲自上门给所有顾客送上贺卡，即便那个一直对他凶巴巴、一直拒他于门外的醉汉，比尔仍会定期出现在他的门前。就这样，细碎的温暖拼凑成日复一日的生活。母亲依然困在阿尔茨海默病的迷雾里，对世界的认知永远停留在某个未知的角落。隔壁邻居争吵的声音还是源源不断。那个醉醺醺的酒鬼每次见比尔上门，依旧满脸不耐烦地将门重重摔上，而他心中筑起的自尊高墙也始终岿然不动。某个加班的夜晚，暴雨不断，归途偶遇的邻居热情招呼说顺路载比尔一程，他却突然固执地调转方向，顶着倾盆大雨朝相反方向走去。待邻居的车灯消失在雨幕，他才拖着疲惫佝偻的身影，深一脚浅一脚地赶往母亲的住处。当他气喘吁吁地打开房门，眼前的景象令他如坠冰窖。You'll be okay. Epilepsy, that's all. 比尔的眼眶瞬间泛红，心中翻涌着难以名状的愧疚与愤怒。他绝不能再让母亲在这样的环境中受苦。回到家后，他咬咬牙，在有限的预算里为母亲聘请了一位保姆。尽管经济并不宽裕，但他暗暗发誓，无论如何都要给母亲撑起一片安稳的天地。直到晚上他回到家，家里乌烟瘴气，母亲和保姆全都不知所踪。等他慌忙来到后院，却发现母亲穿着睡衣趴在地上拍照，一时之间比尔懊悔不已。为了给母亲更好的生活，他只能将母亲送到了高级疗养院。看着比尔忙碌的身影，母亲感觉心口像被塞进一团带刺的荆棘，每一次呼吸都牵扯着尖锐的疼痛。愧疚如同野草疯狂生长，于是他脱口而出 I'm a burden on you. Well, now we're even. 两人目光相撞的刹那，默契的笑意如涟漪般在眼底晕开。方才还缠绕心间的不安与烦恼，竟在这相视一笑间化作虚无。然而，这份释然背后，也意味着比尔肩头的责任愈发沉重。
每一步前行都承载着更多期待。所幸，作为天生的销售奇才，他骨子里有着旁人难及的韧性。此后8年时光，比尔怀揣着12分的耐心，在销售战场上披荆斩棘，最终凭借永不言弃的信念，他成功蜕变，跻身顶尖销售精英的行列。高档社区的那位贵妇一直非常支持比尔，每次他去送货都会热情地招待他。比尔微笑着取出公司为客户定制的精美挂历，这本在同行眼中不过是批量生产的普通赠品，却让眼前的贵妇爱不释手。他眼中闪烁着惊喜与珍视的光芒，仿佛捧着稀世珍宝。为了能多留他片刻，他赶忙追加了大量订单。随后，他温柔地凝视着比尔，轻轻将手搭在他的肩头，声音里满是不舍。Merry Christmas, Bill。可惜，沉浸在工作事务中的比尔却丝毫没有察觉到贵妇的心意，只是匆匆道别，转身离去。走到楼梯口时，比尔下意识地回头望去，只见贵妇静静伫立在原地，眼中全是落寞。这些年，比尔像永不停歇的陀螺，疲于生计。然而，命运的残酷总是猝不及防。他匆忙追赶生活的脚步，终究没能跑赢母亲病情恶化的速度。母亲的记忆越来越差，常常连比尔都认不出来，把他当成已经过世的父亲。为了延缓母亲心功能的衰竭，比尔咬着牙为他预定了心脏导管手术。高昂的费用如泰山压顶，囊中羞涩的他只能选择分期付款。财务部门的同事出于好意，劝他申请残疾津贴，可这看似体贴的建议，却像尖锐的刺，狠狠扎进了比尔敏感的自尊。 I have a job. I know. I'm a salesman for Watsons. 他固执地挺直脊梁，那道用尊严筑起的高墙，在这一刻愈发坚不可摧，任谁也无法撼动他不愿低头的倔强。这天，比尔不小心摔了一跤。就在这时，一个年轻的女孩出现在他眼前。原来几天之前，医生告诉他，因为长时间的送货，他的脊椎已经严重变形。医生建议比尔再雇佣一个人。比尔深知肩头沉甸甸的不仅是生活的重压，更是对病榻上母亲的承诺。于是他便在报纸上刊登了招聘信息。而这个叫雪莉的女孩正是来面试的。她雷厉风行的做事风格与恰到好处的幽默感，完美契合了比尔对理想搭档的所有想象。然而，就是当晚，比尔接到了来自疗养院的电话，听筒里传来的噩耗像一记重锤，将他砸进冰冷的深渊。挂断电话的瞬间，比尔后背抵着冰凉的墙面，仿佛唯有这坚硬的触感才能证明自己还活着。在母亲的葬礼上，比尔的面容像被定格的老照片，死寂的不见一丝波澜。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如一记闷棍，大得他措手不及，甚至来不及酝酿眼眶里的泪水。他木然地伫立原地，灵魂仿佛被抽离，只剩下一具空壳，在现实的惊涛骇浪中茫然无措。然而生活容不得喘息，客户的订单、未完成的销售计划都在催促他继续向前。直到某次上门推销时，他瞥见女人怀中熟睡的婴儿，那柔软的小脸和无意识攥着衣角的小手，突然勾起记忆深处母亲温柔的呢喃。比尔喉头发紧，藏在西装下的双手微微发颤。那些被他强行封存的思念，在这一刻如潮水般奔涌而出。这场注定失败的推销，终究还是成了情绪决堤的闸口。时光流转，比尔的生活里出现了雪莉，这位热情善良的女大学生，从最初的助手逐渐成为了他的密友。雪莉常常劝说比尔顺应潮流，用电脑替代那台老旧的打字机，可比尔却始终不肯舍弃。那台打字机陪伴他度过了无数个日夜，每一个按键的磨损都记录着他奋斗的痕迹。在忙碌的工作间隙，雪莉偶尔会借用比尔的浴室，那扇年久失修的木门总会让他春光乍现。比尔慌乱移开视线，却又忍不住透过门帘边缘捕捉那转瞬即逝的温柔光影。比尔虽然努力克制自己的目光，内心却渐渐泛起了涟漪。每当雪莉的笑声响起，他的心跳都会不自觉地加快。生日那天，比尔鼓足勇气向雪莉表白 You're the best thing that's ever happened to me, Shelley. 他的表述含糊不清，却饱含着真挚的情感。雪莉察觉到了他的爱意，可巨大的年龄差距和对亲情般的依赖，让他只能把这份感情深埋心底。为了维持现有的朋友关系，他笑着转移话题，拉着比尔去灯光下跳舞狂嗨。那一刻，比尔眼中的失落一闪而过，却依然配合着雪莉的舞步强颜欢笑。没过多久，雪莉毕业了。当他穿着学士服，笑容灿烂地接过毕业证书时，比尔坐在人群中，眼中满是欣慰与骄傲。在庆祝成功的那一刻，雪莉激动地张开双臂，紧紧拥抱了比尔，眼中闪烁着感激与喜悦的光芒。怎料下一秒，一个年轻阳光的男孩冲了过来，一把将雪莉高高抱起。两人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笑声清脆而响亮。这一幕像一根尖锐的刺，狠狠地扎进比尔的双眼。
他站在原地，看着两人相拥的身影，心中泛起一阵酸涩。原来有些爱，从一开始就注定只能成为记忆里静默的旁观者，无法言说，也无法触碰。再次面对雪莉时，比尔努力扯出一抹微笑，那笑容却比哭还难看。他静静地看着雪莉离开的背影，心中翻涌着无尽的痛苦与不舍。晚上，雪莉来为比尔打扫屋子，两人交谈间，那台从未出过差错的老打字机居然意外卡壳。雪莉趁机再次建议他换台电脑，且不要担心价格，因为自己男友做的就是这门生意。他走上前去，正要指出老打字机的所有不堪，却发现比尔正在折腾他早已完成的预购清单。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好意一直以来都与比尔的自尊相撞。这些年来，比尔一直遵循着过时的工作方式，他责怪雪莉自以为是的好意是在帮倒忙。雪莉见他准备离开，便向他道歉，但不是为了预购清单这件事，而是他要告别比尔，去奔赴全新的生活了。公司年会上，比尔被新来的经理看不起，对方不理解为何要把他这样一个老古董留下来，结果接下来的一幕却让经理狠狠打脸。主持人宣布比尔获得了年度销售冠军，场下一片沸腾，所有人都在为比尔欢呼庆祝。谁能想到，这个从出生便被脑瘫束缚，连简单话语都说得磕绊艰难的人，竟在竞争激烈的销售战场写出属于自己的传奇。比尔上台领奖时的声音有些颤抖，不过眼神却无比坚定。I love being a salesman. My father was a salesman. I wish he could be here. And my mother, who taught me patience and persistence, and who would never let me be ashamed. I wish he could be here today. 掌声如潮水漫过礼堂，却冲不散比尔心底对母亲的思念。酒杯太浅，敬不到来日方长；时光太短，走不到白发苍苍。那个用番茄酱在三明治写下箴言的女人，终究没能亲眼见证儿子的荣光。这天，比尔来找高档小区的那位贵妇，可屋内出现的却是陌生面孔。贵妇的儿子告诉他，他的母亲已经去世了。当看到储物间里堆满的清洁用品时，比尔才恍然大悟。原来贵妇这些年买下的滞销商品是沉默的爱意堆砌的城堡，但他却一直没有理解这份爱。此刻他的心中空荡荡的，仿佛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6年后，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公司上门推销的业务逐渐被电话与邮件取代，比尔成了唯一一个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业务员。尽管经理允许他在所剩无几的销售岁月里坚持上门推销，奈何现实的困境却越来越严峻。他的办公室被改造成了杂物间，产品目录卡被当作垃圾丢弃，就连曾经熟悉的客户也渐渐习惯了线上购物。比尔看着曾经堆满文件的办公桌，如今堆满了杂物，心中充满了失落。看到那些坐在长椅上被时代淘汰的老人，他知道属于他的时代正在慢慢远去了。也就在这时，比尔没有注意到迟来的巴士。在路人诧异的目光下，比尔不幸住进了医院，但万幸的是，他只是轻微骨折。保险公司因比尔没有走斑马线，只愿赔付1半的费用。雪莉想要为他争取全额赔付，却还是被比尔拒绝了。It was my fault. I was crossing in the middle of the block. 为了支付另一半费用，比尔不得不卖掉自己的房子。没过多久，比尔出院了。雪莉本打算继续照顾他，可比尔却因无法支付工资，执意让他离开。殊不知，在雪莉眼里，他们早已不是主仆的关系，而是可以倾心的朋友。后来在租房子时，比尔发现价格低到离谱，他这才发现自己的房子被雪莉买下。要强的自尊让他误以为这是怜悯的欺骗，愤怒地与雪莉决裂。可雪莉却告诉他，我把你当作我在乎的朋友，正常人是需要相互帮助的。就这样，两人不欢而散。隔天一早，比尔在餐厅里用餐时，看到一个男人对着空气自言自语，又看到白领熟练地使用电脑办公，电视上大力宣传着互联网的便捷。这一刻，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的时代已然落幕。他回到曾经的办公室，正式告别了这份坚守了42年的工作，也正式告别了自己的过往生活。回归平凡生活的比尔，内心却始终无法平静。直到有一天，一位中年男人敲响了他的房门，正是比尔第一天销售时曾吓哭过的男孩。如今的男孩已是波特兰报社的新闻主编，他想记录比尔上门推销的故事，以此来纪念传统的销事，不料却被比尔一口回绝。然而第二天，雪莉竟带着报纸来恭喜他。报纸上这样写道：I never really took notice until he wasn't there anymore. This odd man with the funny walk and the briefcase and his hat said just so, an invisible thread in our neighborhood, which tied us together.
bringing us news. Who died? Who moved away? We just got married. 这篇报道让比尔重新审视了这份工作的价值。上门推销的人情味是电话邮件永远不能替代的，自己存在的意义也永远不会被时代所抹杀。于是他找到经理，想要重新上任，却被告知公司已经终止了上门推销的业务。就在他失望的离开时，迎面走来的公司老总夸赞那份报告写得很好，并打算在股东报告中将这个故事放上去。起初，比尔认为这对他毫无用处。然而，当他坐上缓缓行驶的公交车时，窗外却突然出现了经理拼命追赶的身影。原来，老板为了提升公司形象，决定让比尔继续从事他的上门推销业务。这一次，他主动找到雪莉，正式接受了对方的善意，重新走在熟悉的街道上。比尔的脚步依然蹒跚，脊背依然弯曲，但他的眼神却充满了坚定与温暖。他知道自己不仅是一个推销员，更是社区情感的纽带，是人与人之间温暖的传递者。他敲响每一扇门，不再只是为了推销产品，更是为了传递那份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和温暖。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为了纪念比尔这位传奇推销员，沃特金斯公司甚至以他的名字命名了官方网址。从最初的先天残疾到后来的金牌销售，从最初的屡遭碰壁到后来的得心应手，这一切都离不开耐心与坚持构成的人生箴言。很多时候，命运赋予我们的未必是灿烂，也有可能会是不幸的开局。但经历的意义在于，它引导我们，而并非定义我们。深渊可以凝视，但请不要驻足。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我们会认识形形色色的人，会遇到无法解释的恶意，会感到失望。但是只要过去了，我们就会发现，其实那些人、那些事都是在提醒我们，人生漫漫，万物皆有回转。当余味苦涩，请相信一切皆有回甘。